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茶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中国网海峡频道新禅风特别节目《百名高僧访谈》。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州的西园寺，接受我们专访的是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季群法师。阿弥陀佛，师父吉祥。非常荣幸您能够接受我们这个专访。也欢迎在线这个茶友们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师父，今天这个日子有点特殊啊，我们特意选的这样一个日子因为今天是11月11号也就在这一天呢，很多的这个网商他在做这个促销叫双11的这个购物节。那我特意这个查询了一下这个淘宝的这个历年的这样一些这个销售数据。在09年他们做这个首届双11的时候，这销售额已经突破了这个5000万。在10年的时候，它突飞猛进了9.36亿，2016年达到了这个52亿，然后18年的时候就到了2000多亿。听说这个今年能够突破这个3000亿。就是我的问题是师父，这个面对无处不在的这样一个物欲的诱惑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坚持这样的修行？这个社会确实，一方面是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同时也是这个诱惑越来越多。确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修行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困难。因为确实修行呢，如果能够有一个相对单纯的、清净的这样一个环境，修行应该会更容易。因为我们这个凡夫的特点它就是这个心随境转，所以当这个诱惑越来越多的时候，人的心也会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容易受到外境的左右，所以修行确实就会显得越来越不容易。当然，这个我们说到任何事情它都是有这个内因外缘。内因呢，就是一个人你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比如说你有没有好的方法，有没有好的这个老师的引导，有没有一个良好的修行的氛围？如果一个人呢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他真正能够通过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环境下，能够修学佛法，这个他在这个法上受益，那么他自然就有能力去面对这些诱惑。因为我也看到了，我们有不少信众，原来也是属于那一种这个买的这样的一些家族里边的，然后在没有学佛法之前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服装什么包子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生活的产品用品那他们这个学了佛之后他们不仅仅不买，就开始断舍离了。就会把很多东西就开始送了，因为他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多余的。这就说明一个人呢，当他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追求之后他就不会太看重这种物质的外在的这种物质生活，因为他知道这些物质的拥有能够给人带来的这种快乐其实是非常短暂的。相反，一个人你能够拥有一种精神的财富他对人来说这种快乐它会更持久，会更有价值。师父，您刚才讲到这个单纯的这个环境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时光让它倒流到这个40年前，也就是1979年的时候，您当时是这个15岁如果再给您这个一次人生这个选择机会的话，您还会选择出家吗？应该说这个79年的时候，我应该是到了16、17岁16、17岁这个年龄。那我呢，这个几十年出家，当然从原来的一种比较蒙昧的这个状态，
到通过这个几十年呢，一直从修学佛法，弘扬佛法，那么确信这个佛法的这个真理，它是确实它是人生的大智慧，是人世间最究竟的真理，所以我对这个出家这条道路，确实还是很有信心。我想呢，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它应该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但当时79年的时候，还是宗教政策还不是很明朗的时候，社会对佛教的这个误解也比较多。那您是一个懵懂的这个少年，选择那个时候出家，这个时机把握，会不会有点问题？我觉得确实也有不少人有问过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人会觉得，我们一说到这个出家，很多人就会想到是不是你看破红尘啊之类的，那我当时的回答就是说，我说我还没有开始了解红尘，所以还说不上这个看破红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我的出家应该是跟我的家庭有关系。我的家庭呢，就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家庭。那个时候虽然说在这个76年啊、77年啊，这个包括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那个闽东那个地方呢，民风还是挺淳朴的，也有不少人信仰的人也蛮多的，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出家人啊，他经常会到我的家里，这个就是他们经常会在我家里吃一顿饭啊，甚至还会在那里住啊，因为我们周边当时有这个什么宁德的支提寺，还有明后的这个雪峰寺，然后那些寺庙呢，他们有不少出家人，他们都是属于闽东的，就是有的什么富安啊，什么这个昭宁啊、绍宁啊。他们南来北往呢，他们经常就会在我家里啊，这个吃饭啊、住宿啊，这个我家好，就有点像是一个出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客栈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从小呢就跟这些出家人就有很多的接触，这个不知不觉的就很喜欢这种出家的这种身份，以及这种出家的生活，因为当时也会到一些寺庙去走走啊。应该是在这样的一种在这种应该说是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懵懂的状态下，不知不觉的就会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您当时您这个老家是在福安嘛？那福安就是在宁德，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紫金山啊，到处都有这些寺院。那为什么这个出家会跑到这个福州的永泉寺去剃度？我这个出家呢，其实啊，在我的这个出家的经历里边啊，我第一站去的其实应该是宁德支提寺。那个时候呢，我大概也就差不多是14、15岁的时候，这个小学这个刚刚毕业。那时候是5年制。对。5年制的小学。然后就去了这个支提寺，然后当然当时是跟着我的母亲。还有一个比丘尼，一个师傅，到那个寺庙去，他们去给那个寺庙去补那些大藏经，抄经，去补藏经，然后我呢就到那个寺庙啊，也是跟着这个出家师傅们啊，去干活啊，玩一玩啊，但是因为当时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因为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宗教都快要灭亡了，怎么可能还有小孩还在寺庙住着？基本上是被赶走了。那后来呢，大概到了77年、78年、77年左右吧。其实我是先到雪峰寺，78年应该是先到了这个明后的雪峰寺，我先在那里差不多这个住了1年。应用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属于一种近人的身份吧。因为当时呢，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呢，很多这些传统的寺庙，他们基本上就是变成一个生产队，
就是协会生产队。好，我基本上是成为这个生产队的其中的一员，每天也跟着他们去砍柴呀、种地呀，就是干各种各样的农活了。但是可能因为当时在那里出家因缘也没太成熟，那么后来到了79年，就是鼓山涌泉寺呢，就是这个就是政府恢复宗教政策，然后要从周边的一些寺庙，因为当时鼓山涌泉寺它是一个这个风景区，它是管理处在管着的，那需要有一些出家人进入。那么我呢就从协分寺就到了鼓山涌泉寺。那么后来呢，就在这个涌泉寺的这个老和尚普依老和尚的座下，就剃度出家，应该是这么些意义。出家后在寺院负责什么？出家后，因为那个时候也很小，那这个寺庙政策恢复了之后呢，宗教政策恢复了，那么寺庙呢，它也是有一些它有一些什么接待呀，那我当时在寺庙呢，主要是这个什么扫扫地呀，这个客人来了什么这个泡泡茶之类的，干这些活。老和尚严厉吗？这个对老和尚呢，这个普依老和尚他是一个也是很有学问的，也是一个大学生。对，从这个教理方面，他的造诣也蛮高的。那么另外呢，他也是一个书法的大家，书法家，就是他的这个书法也写得非常好，应该他也是全国的这个书法家协会的会员，那老和尚应该也是这个很慈悲，我跟着他出家之后啊，就是这个一方面啊，也是在老和尚的指导下做一些学习啊，当然也是很严厉，也很严厉、很慈悲的。但那时候少年天性嘛，可能也还是比较晚，比较想玩的嘛。对。我也听说这个师傅上面有个自己的一个经历，这个写了一份5页纸的这个检讨。对，这个对啊，我在我的这个福建丛林生活里边，漫谈里边有讲过这个事，这个也是因为当时呢，这个鼓山涌泉寺啊，它的这个边上呢就有一个这个就是部队，这个部队呢就会放电影，我们当时呢就有这个寺庙啊跟其他一些人啊，就有一次跑到那边去看电影，就是露天电影。对，他就是那种部队放电影嘛，就是露天，大家拿个凳子随便一坐啊。后来老和尚知道了，就写检讨。看电影也要写检讨。看电影要写检讨。对，可能也影响到一些工作吧，就是一些比如这个，因为我是负责要做一些这些接待啊，这些后勤啊，然后这个可能影响到工作。是不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对老和尚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对老和尚就是一方面他很有学问，同时他也是很慈悲，很严厉，这样一个。然后出家在涌泉寺待了1年。对，我大概是从这个79年在涌泉寺待了1年，然后这个应该是79年的年底就参加这个中国佛学院，当时呢就是宗教政策落实了之后然后中国佛学院呢就开始这个复办，然后就到全国去招生。那么其中呢有一个考点就是设在鼓山涌泉寺。那我那个时候呢也是在这个老和尚的这个推荐下，也参加了这个考试。那时候还要考试？对呀，上中国佛学院。不过那个时候呢，因为中国佛学院刚刚复办因为当时的出家人也很少。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文化水平也很低，因为我本身这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但是因为当时这个考试的要求不太高，所以就有幸被录取了。我想如果按后来的这些条件，我肯定是考不上的。太谦虚了。
您就是成为这个佛学院的这个第一批的这个学生。对，应该是中国佛学院第一届学生。就是恢复之后的第一批啊。对对，就是恢复。但那个时候可能刚刚恢复，他的条件应该很艰苦。然后一个南方的这个学子跑到北京去这个上这个大学，那整个挨过他们的这个北方的这个冬天。现在呢想起来呀，倒也这个没有觉得这个特别艰苦的感觉，因为这个当然确实是这个北京嘛，到了冬天啊，这个天寒地冻的，哎，但是因为当时北京呢，每个房间里边都有烧火炉，就是那个煤炭的那个煤球，哎，所以房间有火炉，教室有火炉。当然走在外边嘛，反正穿着大棉袄吧，哎，倒也没有特别冷的感觉。因为当时呢，我们到中国佛学院嘛，我们主要是去求学的，哎，所以可能就会一门心思的，哎，想着学习吧。反正别的方面呢，这些生活条件啊，这个我想一方面呢可以吃饱，哎。这个我这个因为我这个口味的兼容性也比较强，吃什么这个北京的这些什么馒头啊、什么油饼啊、油条啊，什么这些都是能吃的。就面食也对对，都是习惯的。所以呢，一个是可以吃得饱，一个是冻不着，然后呢每天学习，然后到北京呢也是蛮新鲜的，所以倒也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艰苦啊，还是痛苦的感觉没有了？他课程怎么样？课程其实它也就是跟现在的各个佛学院的这个课程的安排方式啊，应该也是差不多。因为佛学院呢，它就是属于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它包括佛教的历史、佛教的戒律、佛教的教理，那么其中呢，它是以汉传佛教为主。然后还会有一些牵扯到，比如说南传佛教方面啊，或者藏传佛教方面啊。然后此外呢，它还会有一定的文化课的比例，包括政治课，这个语文啊、哲学啊、英语啊，所以其实我这个学习应该是上了中国佛学院才开始学习的，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受教育嘛，基本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所以。这个，我想到了中国佛学院，应该是才开始我迈入我的真正学习的一个开始。那4年也是蛮辛苦的啊，就整个这个学习也比较紧张。4年学习，反正也是在不知不觉吧，但是确实也是蛮用功，因为可能一方面我自己呢，本身这个文化基础啊也不是特别好。但另外一方面呢，对这个法、对佛教的真理呀，还是有一份非常强烈的这种好要之心，所以始终都是在一种像如饥似渴似的学习中。那师父在这个就读这个佛学院期间，是不是家里先后出家？对，我家里呢，这个我出家了之后。这个还有我的这个哥哥啊、姐姐啊、父母啊，他们也后来也陆续的出家。原来本来这个我的家里差不多是6口人，有对有父母亲，那还有这个一个姐姐、2个哥哥，其实我在家里是最小的，但是我是最早出家的，那么后来呢，我家里有个就是老大哥吧，在家里成家，基本上其他人啊都先后出家了。我现在家里那个大哥现在也出家了。那这个出家呢，其实应该说他们呢，这个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本身啊，还是这个过去啊，这个也是。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啊，我们家里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仰的这个环境，然后
大家呢，其实通过修学佛法，他都有这样的一份这个出家的信心。然后就我出家了之后，然后其他人呢，也就这个陆续的在不同的地方出家了。应该多多少少受您的这个影响。我想可能应该说不上，他们自己本身，这个他们应该也是他们自己本身呢有这个认识吧。就毕业之后，您到了这个广化寺，就莆田的广化寺，一个是继续的修学，另外一个是任教福建佛学院。当时是住在哪里？这个我们到广化寺呢，是这个应该说是元老在成就我们。因为原来其实早期广化寺呢，它也是蛮封闭的，对，有一定的这个子孙庙的性质的。那对外边的人呢，其实最早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没有太接纳的。但是元老呢，他很慈悲。所以呢，就给我们创造条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这个住在这个广化寺的藏经楼，藏经楼。那个叫那时候是住在藏经楼。对，住在那个藏经楼上面，这个就是专门学习吧。然后后来呢，元老又专门在这个寺庙的边上建了一个地藏殿。这个地藏殿呢，也叫做小南山。小南山对，这个小南山呢，就是周边一共有十几间房子。那当时元老建这个房子主要也是要成就我们，就是在那里专心呢，能够学习戒律学戒。对。所以在这个广化寺呢。我们基本上是一方面呢，自己就是专修这些戒律教理然后一方面呢，也在积极的参与这个福建佛学院的教学工作，做一些讲课所以那个时候叫南山无比丘。在您的这个回忆的文章里面，那段生活还是蛮清苦的，但是也挺充实的。那段生活其实也是挺美好的。对，因为这是一种这个广化寺呢，当时这个地方呢也比较偏僻，这个不像现在后来因为开放了之后这个天南地北去的人也多了，寺庙也更开放了。那原来那个时候呢，这个对外的这个交往也很少。那我们在那里呢，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自己学习研究然后就是做一些教学然后还跟这些我们教的那些学生，很多都是一些年纪也不大的，15、16岁、17、18岁，跟他们经常在一起，还会玩然后这个，因为我那个时候呢，也就是20来岁吧，我现在刚刚毕业不久吧。然后经常带着他们爬山这个当然广华寺呢，因为它的这个从生活条件上来说，这个相对来说会这个艰苦一点。那这种艰苦呢，其实呢也是没有什么了，也习惯了，也觉得挺好。您在广化寺住了4年。对，我大概是85年的年初。85年年初。住到88年的12月份离开的。88年12月年底。对。那您在这个回忆的文章当中说，这个是您这个生命中很重要的这个4年。那您在这个4年当中，感觉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之前嘛，就是在上佛学院，那佛学院呢4年的学期，我们在这个教理各方面，都这个学了很多内容，学了很多课程，但是到了广化寺之后呢，
然后这个因为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进修的环境，然后同时我们又承担着一个教学的任务，所以呢，应该说广华寺的几年啊，是我在原来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基础上，对这个教理能够做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比如说戒律，这个戒律的学习，那么让我对这个整个戒律呀、对僧团的管理呀这一套制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我后来在这个街上佛学研究所也讲过100多讲的戒律，然后同时也出了有10本这个关于戒律的书。那么这个应该都是我原来就是早期在广化寺打下的基础。那么同时对这个唯识啊、中观啊这些专业方面，伴随着这种教学的需要，同时也做了一些深入的一些学习和研究。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对我后来啊，这个面向社会弘法，也是提供了非常雄厚的这个理论基础。所以这个，因为当时呢，在广华寺这个期间，我基本上还没有开始弘法，应该说是一个专修、一个浅修的阶段。那这样的一个浅修的阶段呢，包括自己啊，从这个教理的学习，到这些禅修啊这些啊，其实对后来这个帮助都是挺大的。您认为这个圆寂老和尚他传承给我们这个南山五比丘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元老呢，因为他首先这个元老他是早年啊，他亲近过这个弘一律师，他会给我们讲不少这个关于弘一律师的这些故事，还有呢，元老他本身呢，他特别朴素，就是你看他穿的这个衣服啊，都是就是那种墨染衣，他根据这种戒律的要求，就是这种买的这个衣服这个白布，然后用墨汁，然后染了。我们当时在广化寺呢，我们也学着穿这样的一些衣服啊，所以元老的这个朴素的作风，以及他的这种严谨的这个作风啊，其实应该说对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当时这个南山五比丘师傅，您对其他的这4位的这个师兄弟，就他们的特点都是什么？我们很好奇。就是我们不同的人，就是说，当然，因为我们当时在广化寺啊，其实就是这个一方面，我们也不只是在学习和研究，同时也在承担着，这个佛学院的教学和管理，比如说我们当时有一个一兰法师，对，不过这个法师已经圆寂了，去世了，他就对这个寺庙的管理，他就很感兴趣。后来我们就把他推出来当方丈，就是后来元老呢就任命他做广化寺的这个方丈，那这个还有呢，比如像戒权法师，他也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在这个修学上啊，他也是非常的用心，非常的严谨，所以这个呢，他的这种严谨啊，这种认真啊，这也是为他后来能够在这个佛教界，能够这个专门弘扬戒律，能够去这个帮助更多的人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跟他的这个学习有关系，跟他这种学习和为人，这个分不开的，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叫演莲法师，他是喜欢这些什么印光大师啊，这个还有这个偶益大师这个系统的思想，他比较这个他会融合这种。这个佛教啊，什么儒家什么这些思想，儒释道的思想，所以他们就是都有不同的这个风格哈，
其实在我心里，我原来一直有个愿望，就想把我们这个南山无比就都给他采访一遍。之前我继承法师，说您是我采访的第2位，这个无比丘之一。可惜一个就像您刚才讲的，已经往生了。对对。那现在的这些师兄弟还有没有机会能够相聚？就是我们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啊，佛教界啊有一些活动，比如像中国佛学院，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50周年庆啊、60周年庆啊，或者在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偶尔也会碰到。对，平时这个因为大家都在各干各的，所以这个联系的也不是太多。有机会我们希望能够促成这个师父居首。那你后来到了这个厦门的这个南普陀寺挂单，然后据说是原来只打算住一段时间，但没想到在南普陀住了30年。这什么样的因缘？是这个当时呢，离开这个广化寺啊，本来是应这个中国佛学院的邀请，这个请我去讲10大乘论课，就白光法师那个时候，这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邀请。那后来呢，我到了这个南普陀寺，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当年在中国佛学院也教过我的一个在家的老师，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在这里先住一住吧，因为南普陀我原来也没想过要在那里住了，但去了之后呢，就住一住住一住呢，因为后来又看上了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对对对，就觉得那个地方啊，环境比较好，比较清静，我觉得在那里可以静修，也可以自己学习。那么再加上后来呢，因为厦门呢，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在那里可以广泛的接触到很多台湾过来的一些法师啊，包括一些学者啊，然后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慢慢的了解到海内外的一些弘法的一些港台啊、台湾啊一些弘法的情况，然后这些交流呢，它也影响着我，所以我在到南普陀之后，因为妙老呢，他也是挽留我，希望我也能在南普陀住下来，在闽南佛学院讲课，然后后来呢，我就在南普陀就长期的住下来了。那这个30年主要是做什么？这个30年呢，就是其实呢，一方面就是教学，这个教学呢，首先我一直是闽南佛学院的，从最早的时候给本科讲课，后来呢有带研究生，然后同时呢，这个介绍佛学研究所这边是96年成立。那这边也请我做研究所的所长，所以呢，同时我也兼任的介绍佛学研究所的教学，所以这个是一块。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弘法是我的重要，弘扬人生佛教。现在在厦门才开始弘法，以前都还比较少。对，在厦门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接触到了一些台湾佛教界，了解到一些台湾佛教界的一些情况，所以我就想到了弘法，就是出家人的一个职责。那我最早弘法呢，主要还是从人生佛教，因为我个人觉得佛法呢，不只是说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理论去研究，最重要是佛法的智慧。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对我们现实的人生，对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用？所以我一直在几十年，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些思考，然后同时呢，也面对各个领域，社会大众，然后开展各种各样的讲座，包括佛教对关于幸福的问题啊，环保的问题啊。
财富的问题呀、心理的问题呀、公共卫生的问题呀、这个哲学的问题呀，就是针对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他的需求。然后这个我希望呢，都能够从佛法的角度，提供一个思考的视角，希望能够用佛法的智慧为当代社会吧，能够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个重要的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一直在这个探索，就是佛教的这个修学的体系。因为我们这个修学佛法呢，最主要是要这个，不是说这个为了学而学，也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学术研究，最主要是要解决生死的问题，要解决生命的问题，要追求解脱，要开悟，要这个，其实就是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意义和目标。那我们学了很多这些宗派呀，什么唯识啊、中观啊、禅宗啊、净土啊，我学了这么多的教理，那么这些教理呢，究竟跟我要达到这个目标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些教理，它是如何来服务于我的修行？所以呢，探讨这个佛教的修学体系，这个也是我在这个几十年的过程中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情。可以说我做的事情基本上是这3个方面吧。我觉得第一个在这30年当中完成了自己这个佛教的这个或者叫佛学修学体系的这么一个创建。那第二个做这个弘法的工作，做一些讲座，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应该是先是做讲座然后在讲座的基础上。就是在对人生佛教的这个讲座的基础上，觉得佛法的弘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它不只是停留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同时更重要还要解决终极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有关于佛教的这个修学体系的一些思考和探索。用您自己的这个说法来说，是完成了从这个水果批发到自家果园现摘的这么一个转变。应该说就是说，我们从早期这个修学佛法，其实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这些经论里边，去获取这个佛法的智慧，然后慢慢呢就形成了一个整个对佛法修学，这个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建立和认识，然后立足于这样的一个体系，然后去弘法，就是这个过程中应该说也是从一个单纯的学习，到自己对佛法的体悟，然后体悟了之后呢，形成一个对佛法在修学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些思考，然后再带着这样的一些思考和认识。然后再去做这些弘法的事，就等于是从知到行，然后再到知行合一。也可以这么说吧。我似乎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您的这个佛学思想体系或者叫修学体系，它这个起点是太虚大师的这个人生佛教。应该说呢，这个太虚大师的思想对我也还是有蛮大的影响。虽然说我对太虚大师的整个著作也并没有做这个很深入的这个研究和学习，但是在我过去学习和教学的过程中，还是有读过一些太虚大师的著作。那么这个影响呢，它应该是有2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关于人生佛教，这个人生佛教呢，就是它立足于这样的一个人本，佛教它是以人为本，这个是佛教跟西方宗教最大的不同的地方。为神，它是以人为本，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服务的。所以在我几十年在弘扬人生佛教的过程中，始终立足于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从佛教的角度，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
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一方面基本上我现在涉及到的领域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各个领域啊，我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演讲啊、对话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太虚大师的这种对佛教的变革的思想，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佛教啊，在隋唐时期走向鼎盛，但是宋元明清之后呢，走向衰落，一路走向衰落。所以我想到了这个佛教呢，就是在这个弘传的过程中啊，事实上呢，它也会有很多的陈规陋习，那么这些陈规陋习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会偏离上来说教的一个健康的轨道，同时它也会这个阻碍了佛教的发展，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去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这个佛陀的真正的本怀到底是什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呢，这个所有的传统其实都是很有力量，尤其是宗教的传统。当我们面对一个宗教传统的时候，一般人他是不敢去怀疑的，不敢去质疑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会看到佛教有很多的传统，比如说有汉传佛教，还有南传佛教传统，还有藏传佛教传统，而且佛教在不同的时期，它还会有不同的这个呈现。所以传统呢，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传统它不是唯一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不一定说一定就是真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通过对佛教的广泛的去了解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哪一些是佛教发展的过程中，它是契合佛教的真理，有哪一些是陈规陋习，所以这个太虚大师的这样的一个佛教的变革的思想，因为它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让我现在能够去对佛教在当代的弘扬能够做出一些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您打破了一些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应该说我是打破一些陈规陋习，或者说我会，因为佛教的弘扬，它始终要强调的也是气理气机，然后呢，我会去做一些我觉得更适合现代人，这个学习啊、传播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我怎么来理解这个太虚大师提出的这个叫人成即佛成？这个也是太虚大师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句子哈，扬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个人成即佛成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成佛和修行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做人的圆满，就是成佛呢，它不是成就另外一个东西，成佛其实本身就是做人的圆满。那么一方面，人有迷惑，有烦恼，那我们需要克服这些迷惑烦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佛教也告诉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内在都有这种觉醒的潜质。那修行呢，就是一方面摆脱我们人性的一些负面的力量魔性，一方面呢去开显每个人生命中所蕴含的这种觉性。那么这就是这个一个人，如果你做一个圆满的人，其实这个圆满的人那就是成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们说到做人成，这个成，其实一方面呢，它体现了一个人本的精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体现了这个人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圆满的人。当你能够成为一个圆满的人的时候，其实你也就成佛了。是不是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它是一回事？怎么来认知这两种东西的关系？
人生佛教呢是太虚大师提出来的，这个人间佛教呢是这个印顺导师提出来的。其实呢，印顺导师的这个思想当然他们在知见上虽然也有很多的分歧，对，有些差异，但是对人生佛教的人间佛教的倡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一脉相承。那么这个提法呢，最主要是这个印顺导师他觉得，这个人间的这个范围比人生会更广泛。就它不仅仅包含人嘛。对，它会更广泛，所以他就用人间。但太虚大师讲人生佛教呢，其实人间也没有离开人生所以呢，这个它只是一个，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些不同的提法。其实上本质上来说，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应该是一样的。那在摆脱了这个对佛法的这个误解之后，学佛的人就面临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他从何入手？学佛从何入手？也就是说，刚才师父介绍这个建立这个修学体系的这个问题。那您在这方面是如何实践？这个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个佛法，这个从我们的佛陀释迦牟尼这个创立的佛教，然后在这个菩提树下，他发现了这条无仙人道，就是生命的觉醒之道，然后呢，这个说法45年，创立了佛教。然后佛教在这个2000多年流传的过程中，它在不断的演绎，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呢，就是到了我们今天我们面对这种浩瀚无边的典籍，很多人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我们对这条路好像又变得扑朔迷离，虽然很多人都在读这个经读那个经修这个行修那个行但是真正对于这条修行的这个道路到底怎么走，其实很多人是不清楚的。多数人在这个佛法的修行的道路上，他是抓不到要领，不清楚我做的这个事情跟我要走的这条路到底有什么关系。就像我们面对一个宗派的时候，这个宗派我怎么来传承它，我怎么来通过宗派的教理来帮助我树立正见，怎么来完成我的禅修。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虽然也在学习这些佛法，但是对怎么修行，他还是觉得很困惑。所以我个人呢，因为也是经历了这个佛学院的教育之后呢，所以我就从这个2003年4年，这个我就开始在思考，就是当时有写过一篇汉传佛教的反思，那么那个很轰动。对，这篇反思呢，我当时就提出了，我当时想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想这个佛法有这么多的宗派，我能不能呢？这些宗派到底它有哪些共同的东西？然后我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就提出来的这个5个要素，就是皈依、发心、戒律、正见、止观。那我觉得皈依跟发心、戒律，这是所有的宗派都必须要具备的一些共同的基础。然后呢，这个戒律，然后正见和止观，这是每一个宗派它特有的一些修行的方法。那么这里边呢还包含着，比如因为禅宗这个讲究顿悟，那么我就想到了这个次第很重要，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次第这个顿悟很容易成为口头禅。那这个我们汉传佛教是这个大乘佛教，那么这个大乘佛教呢，但是在现实中呢，佛教界这种大乘精神并不是很突出，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佛教是出世的，佛教是消极的。那么这种大乘精神为什么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呢？
所以我就想到了，其实大乘佛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菩提心的教法。所以我在这个2003年、2004年，我也对这个菩提心教法就开始重视这个菩提心教法的弘扬。那么还有关于解脱道的建套，比如说我们学习唯识啊，学习中观，学习天台，学习华严。事实上，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学习啊，来获得一种这个宗派给我们提供的这种证件。那么所有的这些证件呢，事实上呢，关键是要通过这个证件呢，是要通过禅修，然后帮助我们契入空性，超越这种我执法执，契入空性。但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学了很多这些知见啊，它既不能够变成我们的这个认识，也没有办法用于禅修，所以我就想着这个解脱其实是佛法一个很核心的内容。我想怎么去用，从正见到止观怎么去用，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就是说就是佛法的修学，我们如何去建构一套，第一个能够让大家快速的知道，我所有的修学都是围绕着这个几个要点，比如说5个要素，皈依、发心、戒律、正见、止观，我都是为了帮助我来获得这个5个要素服务的。呢，就是我知道我在修学佛法中，我第一步应该做什么，第2步应该做什么，第3步应该做什么，第4步应该做什么。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而不是说高一脚低一脚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学佛法，好像一会儿拿到的是博士生的课程，一会儿拿到的是大学生的课程，一会儿拿到的是小学生的课程，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次第，所以我就觉得它应该有一个次第。那么还有呢，我们需要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应该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知道我走了第1步，我应该进入第2步，第2步怎么走？然后我走了第2步，我应该怎么走？第3步，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次第，并且呢，它应该是一个我的这些努力呀，它的结果啊，它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几十年在念来念去、修来修去，做不好嘛，就是一句话，业障深重，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因为佛法讲缘起，缘起就意味着一切都是有它的因缘因果关系。就像现在社会上讲做任何事情要讲究项目管理，项目管理事实上它讲究的就是一个立项，立项了之后有计划，然后落实，落实了之后要监控，监控了之后就是结果，结果之后还要总结经验。就社会的发展，它已经越来越讲究效率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佛法的修行上，我们反而不重视这个因缘因果，反正就是修不好嘛，就是怪自己业障深重。我们从来不会去考虑，我到底整个这个修行的方法啊、路线啊清晰不清晰，缺少这些考量。所以呢，我就希望呢，能在这一方面去做一些努力。这也是我们3级修学模式一种成功的地方。对，师父，这个40年的这个僧大生涯啊，您可谓是著作等身，然后发表了这个200-300万字的这些佛学论著，然后有些人也评价您为这个学者型的圣人，你认可这个评价吗？这个学者型的这个圣人，我觉得这个其实倒也不重要，是学者型啊，还是非学者型啊，这个问题都不重要。关键我是觉得，一方面呢，我是否能够很好的去传承，忠实的很好的去传承佛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做的事情确实对我自己啊、对社会啊、对佛教啊、对国家啊，是不是有用，是不是有价值？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些方面去考量的，因为我可能是一个比较讲究实用、讲究有用吧，就是那种闲谈式的，我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说清谈式的。对。其实师父太虚大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他在1925年的时候就发表了一篇这个文章，叫做《佛教心理学的研究》。提出了佛法虽广，要归一心。这是不是首次从心理学角度来阐释这个佛法，或者是从佛法的角度来阐释心理学？
这个太虚大师呢，他是一个非常的开放，他有一种开放的胸怀，所以在这个民国年间啊，他就广泛的这个学习和了解西方的各种哲学也包括心理学。那我想呢，太虚大师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啊，他主要是想通过心理学的这个视角，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佛法。就是因为我想呢，就是说佛教跟心理学啊，它确实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呢，它都是解决心的问题。所以立足于这样的一个共同点，这个不管是以心理学的名义，还是以非心理学的名义去讲佛法，我觉得它都是可以的，不矛盾的，不矛盾。所以这个师父讲说，这个佛教也应该叫做，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也应该叫做东方这个心理学。对，这个在这个民国年间，这个梁启超，他就有这个提法，佛教就是东方的心理学。确实像这个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啊，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佛教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这个佛教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是心性之学，就是佛教的这些84000法门，其实它最核心的，它所有的这个它的核心的目标，其实还是要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的心性，到解决我们的心理问题。所以佛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那么佛教的这个心性的理论、心理的理论是非常丰富。就像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它有很多流派。那么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佛教，那佛教的每一个宗派，我们也不妨把它称为是一个心理学派、心理学的流派。因为它要解决的都是这个人的这个心性问题。它不仅仅有这个就是这个雄厚的这个哲学基础，同时呢，它还有这个非常这个有效的这些这个实证的这种经验，所以在这些方面呢，它都是可以弥补这个心理学的不足。我曾经有做过一个讲座，就叫做心理学、哲学与佛学。这个题目它就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心理学呢，这个要解决心理问题啊，其实要进一步的就是要解决认知问题。所以心理学的源头其实是哲学。如果你的认知问题没有解决，心理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的很多这个心理问题啊，其实来自于我们的认知问题。所以如果谈到认知问题，其实就是哲学问题。但是哲学呢，它是一种玄学，它停留在一种理性上的思考，它是哲学家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遐想。很多东西啊，它的这个认识和了解是很有限的，同时也有很多的这种词义一世会、比喻一世会，所以真正要对哲学的问题要透彻的话，其实需要有佛学的智慧，所以要解决哲学的问题，离不开佛学。所以我有一次给这个心理学界，我就做了这么一个讲座。我估计他们可能恍然大悟。插入一个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就是有些学者他认为这个西方包括这个西方的这个集体无意识，就是这个荣格提出来这个集体无意识，它等同于是佛教的第8识，阿赖耶识。您认可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呢，它作为一个泛的说法，这个也是可以的。泛的说法，我就有的时候也会说到，因为荣格啊、弗洛伊德啊，这个18世纪嘛，提出这种集体无意识啊、潜意识啊。但是佛教在2000多年前，他就提出了
这样的思想。这个第七曼拿是，第八阿赖耶识，就是类似于这种潜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认识，那么这个只是一个泛泛的说法，是没有关系的。但事实上呢，佛教的这个所说的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整个心理，我们整个心灵世界的建设，以及人类世界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它是蕴含着非常这个雄厚的一个，它蕴含着一个雄厚的这个哲学理论体系和修正体系。那么它的这种广度和深度啊，其实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些潜意识啊，它是没有办法去概括的。因为它的概念是比较小，就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比较小。对。师傅，这个有一个数据啊，我们通过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可以了解得到，就是全球啊，现在有将近4亿多人患有各种心理和精神的这样的疾病，其中这个最大的占比是在于这个抑郁症，所以很多人提出来是说，21世纪可能是心理学的这个世纪，您认可这个观点？我想呢，就是说，确实是，我也有听到过不少类似的说法。这个21世纪啊，可能就会是一个精神病啊最突出的一个时代。对。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也看到了这种科技的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然后各种这些五光十色的，各种这些游戏呀。这些 VI 技术啊，然后3D 呀，以后5G 呀，这些东西呢，它会让人眼花缭乱。这个人的这个心灵啊，他的这个人没有强大的这个心理力量，他是 hold 不住这些东西的。所以未来的这个人有精神问题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们发现这个物质越发达。因为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这个就像西方有一句谚语讲的，让灵魂跟上脚步，要灵魂跟不上脚步啊。就人在快速的发展的过程中啊，人把自己给丢掉了，人找不到自己了。我们在不断的在优化这个人工智能，但事实上呢，这个我们很少去考虑自己，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优化自己。怎么去认识自己？我们从来没有想着我们应该去认识自己，我们应该去优化自己。所以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是人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确实是未来啊，这个如果人类没有一个健康的身心，我觉得确实是科技一方面科技越来越发达，但其实人越来越不容易幸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没有人如果缺少一个健康的心灵和人格，那么这些人在使用这些现代的工具啊，他势必也会给社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这些风险。所以人自身的建设应该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也包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心理学啊，这些尤其像佛法，因为它能够对人的这个心性，能够有透彻的了解和一个更好的一个改造的方法。那么这样的一些学科，我相信在未来的世界里边，它一定会越来越重要的。那师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佛教心理学？然后这个街上论坛的这个发起，这个有关系？我在这个早年啊。这个，因为我在佛学院的时候，我就喜欢读一些什么哲学方面的书了，什么西方哲学啊，什么中国哲学啊。那么后来在广化寺讲唯识课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一些心理学方面书了。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心理学。对，当时呢，我就看了一本这个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史。然后看了之后呢，我就开始也会开始使用一些这个心理学的一些概念啊。在教学的过程中。对，在教学的过程中，也会运用一些心理学的一些概念。当然当时那个只是上课的时候，做一些参考。
那么后来呢，就是我开始弘法了之后，就是到厦门嘛，我开始弘法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呢有一些，因为我就开始弘扬人生佛教了，到处就到处会去讲啊，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心理学界的一些会议，去请我去参加。那最早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去参加心理学界的会议啊，是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这个他们就是由台湾和大陆好像也是有点两岸海峡两岸的这个性质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辅导的会议。其实我在参加这个会议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个心理辅导到底搞什么。我只是因为我只是觉得，我只是因为我想着，这个不管是佛法也好，还是心理学也好，都是解决心理的问题。那我去参加这个会议，我无非就是提供一个佛法到底怎么解决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论文，这样的一个文章吧，或者这样的一个演讲吧。我就是提供这么一个演讲。但后来去参加了会议了之后呢，因为也听了一些这些学者们的发言，就是所谓这个心理辅导嘛，我才知道其实我一天到晚做的就是心理辅导。因为心理辅导嘛，无非就是接待一些来访者啊，我有什么烦恼啊，我怎么样啊？我说那不是佛教几千年一直都在做这个事嘛，然后呢，其实我也没有对这个心理学呢，就是去专业的去学习研究，其实也没有。我只是不断的从佛教的角度，到底怎么解决心理问题？我会把各个不同的经论、不同的法门，都从这个怎么解决心理的这个角度，然后去做一些演讲。所以这个是我跟心理学呢，在不断的结缘的过程中，同时也让我对心理学会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更知道应该怎么去跟他们去交流。所以后来就创办这个戒断论坛。所以后来呢，因为我们也认识了一些这些心理学界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居士啊，这个他们也在鼓动我们说，这个街上佛学研究所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在这边如果做一些佛学的心理学界的对话，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国内的心理学呢，它是受西方的心理学的影响。对。那么西方的心理学呢，其实在欧美啊，这个还是有大量的这个心理学的这些学者，他是受佛教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比如说这个汉传佛教、南传佛教，也包括藏传佛教，在欧美影响都很大。然后也这个有不少这些心理学界的人士，他们也会去学习佛教，尤其像比如说像南传的这个正念，像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一个叫卡巴金的学者，他到南传佛教学习了正念之后，当然后来他还学了什么禅宗啊，这个他在美国在这个倡导这个正念解压，然后他们把这个正念会用在各个领域，这个在西方的心理学界，他们也在广泛的这个吸收佛教的这个理论，以及禅修如何来完成帮助这些心理学这个心理咨询师自身的健全，以及如何来去更好的、更有效的去治疗。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些学者呢，因为他们会看大量的这些，有的他本身也到国外去做过留学，那么有的他也看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资料，所以呢，他们对很多这个心理学家呢，他们对佛教本身就有一份好药之心，一份好奇，一份向往。那作为我们来说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心理学这个途径，如何更好的去跟社会对话，跟社会交流，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就形成这么一个对话。师傅，您在这个有一篇文章当中提到的这个概念叫做解脱心理学。那我应该怎么样理解这个？
这个因为呢，这个心理学啊，因为我主要是想到的心理学其实有很多门类，在社会上这个有各种类型的心理学。那我讲，如果给佛教定位一下佛教的心理学，那佛教是属于什么心理学？那我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解脱心理学。那这个解脱心理学呢，其实跟我当时呢讲这个有一部论点叫《白法名门论》有关系。《白法名门论》呢，它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应该说是对佛教的，就是佛教对唯识宗对人的这个心理的认识的一部比较完整的一部论点。然后在这一部论点里边呢，他就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到底有哪几个部分组成的。然后这些心理的这些内容里边啊，我把它归纳了一下，这个大体呢可以分为2种心理，一种呢就是帮助我们如何这个成就解脱的心理，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帮助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属于轮回的心理，就是让我们导向轮回的心理，就是有关于这些什么根本烦恼啊、随烦恼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轮回里边不断的轮回的一些心理现象。那么这个当然还有一些普通的心理，一些基础心理，然后基础心理之后，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有一部分呢，这个就是属于上的心理啊、别境的心所啊。那如果我们通过修学佛法这一部分心所啊，它就是帮助我们如何去建立解脱的心理。那么解脱的心理呢，为什么叫解脱心理学呢？因为我们了解轮回的心理，事实上就是为了解除轮回的心理。我们了解解脱的心理，事实上就是为了要建立这个解脱的心理，就是在我们的内心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解脱的一个心理路线、心理过程，然后呢，摆脱轮回这样的一些心理现象。所以佛教它所要做的是要帮助我们成就解脱，或者成佛，或者要走向觉醒。那走向觉醒也好，走向解脱也好，其实它也不是说一步到位。我们很多时候说到佛法，好像开悟就是一句话，解脱也是一句话，成佛也是一句话。事实上，成佛也好，开悟也好，解脱也好，它是一个心理路线。这个心理路线呢，它是有一个心理过程，这个心理过程它是由一系列心理构成的。然后你熟悉心理过程之后，然后你根据相应的修行方法，你就会一步一步的走在这个心理的道路上。你走了第一步，你就会知道我要走第2步，第2步走完之后，你就知道我怎么样走到第3步，第4步走完，然后我应该进入第4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晰的路线之后，你对自己的修行啊，它就会非常有信心。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路线呢，你一天到晚在那里等着，我就是要成佛，我就是要开悟，我别的都不要，但是远远都是一个说法。说这个迄今为止戒断论坛已经举办了7届，也成了佛教界和心理学界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您认为这个论坛举办这么多届以来，有了哪一些这个成效？我想呢，这个论坛呢，首先它是这个建立了一个佛教界和心理学界交流的一个平台。因为过去呢，虽然说佛教界有不少法师，包括我自己，也是经常会参加一些心理学界的对话，包括北大啊、北师大啊，这些讲座啊、对话啊，各种还参加的蛮多的。当然也有其他法师会去参加这些活动，但只是少部分的。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佛学心理学界对话呢，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会邀请一批法师来参与，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一批心理学界对佛教有兴趣的这些心理学界的这些专家来参与，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面向这些心理咨询师开放，就是会每次啊也都有200-300人啊来旁听，然后呢，我们会针对不同的问题，比如什么正念啊，什么死亡焦虑啊，就针对当下的这个人们这个存在的问题吧，
这个存在的问题，然后这个心理学界他们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佛学界呢从佛学的视角谈怎么来解决这些心理问题。事实上，就是佛学界和心理学界一起来，共同来解决当代这个社会呀、这个民众心理存在的问题，提供方法。就两边专家来汇集。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作为我们佛学界来说啊，我们也能够了解到更多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论坛，也是我们了解心理学界的一次这个机会，那么对心理学界来说呢，也是他们了解佛学，学习佛法的一次机会，所以这样的一个接触啊，对于这个心理学，就是东方心理学的见解，因为我们现在呢，心理学学的都是西方的，但是在中国人呢，我们中国有着这个雄厚的这个儒释道的文化传统，那我们应该要立足于我们的传统，来建立中国的心理学。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对于建立中国的心理学，我觉得它是很有帮助的。现在有数据也表明，中国的这个就是受到这个精神或者心理疾病困扰的已经超过2亿了。那其中这个最大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抑郁症的这个患者有5700多万，将近6000万人。有自闭症障碍的一个人群超过1000万。那我们现在这个介障研究所有没有对这一方面开展一些对应治疗的这个研究？就是我们这个特别针对性很强的这个课题啊，是没有的。但事实上，我们在做了一些这个弘法，就是人生佛教的弘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也在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人事实上有很多心理疾病啊，跟他的认识、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关系的，跟他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跟他的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这些信众里边呢，也有不少人，原来比如说有什么轻度的抑郁症啊、中度的抑郁症啊，他通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他的这种认识转变过来的，观念转变过来的，这些心理学、这些抑郁症啊、一些心理疾病啊，它很自然的就没掉了。反正这种现象呢，在这些信众里边啊，这个或者在这些学生里边，还是有听到有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就是说，这个心理问题的问题，它的根源其实还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如果认识问题解决了，这个心理问题啊，很多心理问题啊，自然也会得到解决。所以在心理学界，它有一个认知疗法。认知疗法呢，就是解决你的心理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共修的方式啊，包括我们这个介绍佛学研究所西园寺，我们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这些禅修，比如1日禅啊、3日禅啊、7日禅啊，那么一些人来做一些禅修，他们通过禅修，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解决心理问题的一个方式。那么还有呢，我们这个寺庙这边啊，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可能跟我对这个心理学的倡导可能有关系，我们这里也有不少法师，还有一些居士，他们本身对这个跟心理学界他们也有很多交流。他们自己啊，对心理学方面，一方面重视禅修，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对心理学方面，他们也会有很多的了解。那么包括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个观音热线，然后会有人定期的这个接班接听，就是能够为社会吧尽一点自己的力量。说那下一届的这张论坛的时间定了吗？你要它主题定了吗？我们这个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这个2年一期，2年一期。这个本来今年要开，应该今年是应该要开，因为有些其他原因嘛，所以暂时没有开。应该这个只要有条件的吧，我们想开就开，也还挺容易。
也是可以的，这个应该。现在目前新长风的这个直播平台也开设了这个佛教心理学的这个讲座，有一位法师叫常玉法师，他每周也会给我们做一次这个讲座。我们也邀请师傅和一些心理专家也一起来这个开设这个讲座，为这个心理学疾病这个患者也带来一些福音。因为确实这个心理学这个疾病是蛮多人都有的，包括焦虑症、忧郁症啊等等，这些都是。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在线的禅友，我估计他们都等急了。来看第一位啊，这个禅友的提问很有意思，他说我是一个剁手党，师傅应该知道啊，剁手党这个拿来买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今年双11的购物节，我也拜了不少家，他说平时无论需不需要，他不买他就感觉手痒，不知道这是不是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些疾病，有没有一些应对的方式和方法？这个是比较现实。确实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他的行为，他会形成一种习惯，条件反射是吧？一种习惯。那一旦有了这个惯性之后啊，这个人有的时候他就会没有这种自控的能力，遇到一个相应的对境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样的需求。要改变这个状态呢，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啊，他还是要有这个，要建立自己的一种精神追求，这个精神追求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用更高的一些追求去取代这样的一些，这个一些就是一些普通的、无谓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因为如果说当你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你很快就会看破这些东西。你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没有意义，你仅仅是为了买而买，既这个花了钱啊，然后呢又不环保啊，又浪费啊，又舍福报啊，因为你已经不再靠你觉得这些东西，你不需要通过用这个东西来满足你，当你有更高需求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会去当这个剁手党了，所以这个我想呢，如果通过修学佛法，然后一方面有更高的追求，一方面呢能够用佛法的智慧看透这种物质生活的这个现象，那我想呢，我们这样的一个需求自然就会减少了。接下来这个网友的提问也是比较现实的，他说：“师傅，这个观世音心理疏导热线有承接这个心理咨询的业务吗？收费还是免费？可以预约见面疏导治疗吗？”这个观世音的心理热线呢，首先它是一个公益的，它是当然，因为至于它能不能见面啊，可能要看我们那些接听这个电话的这些法师们，他们有没有时间。这个呢，就可以跟他们直接联系。他们如果有时间啊，他也可能会安排。但是如果没有时间呢，可能就没有办法。来看第3个网友的提问，师傅提问：佛要发出离心，怎么来正确理解这个出离心？这个出离呢，当然我们一想到出离嘛，好像要离开一个地方啊，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就觉得有点可怕。对，因为我们对每个人啊，对现实当下的生活，都会有一份执着，甚至有一份迷恋，所以要去处理是有点不容易的。那其实严格的来说呢，佛法讲的这个出离呀，最主要是就是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所以发起出离。那么轮回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迷惑和烦恼。所以真正要出离的，最重要的还不是环境，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迷惑和烦恼。因为佛教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的迷惑和烦恼，这才是我们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所在。你如果没有处理这些东西，没有摆脱这些东西，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你都不可能真正过得开心。所以真正要处理的是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些不善的力量。
那么至于环境呢，它只是一个辅助因素。作为出家人来说，他是可以这个离开红尘到山里修行。那我们在家居士呢，我们一样也可以在家庭修行，把家庭变成道场，把商场变成道场。我们有足够的利他心，足够的智慧，就能超越对无意入尘的执着，足够有利他心。那我们在红尘中，我们一样也是可以很好的修行的。那就是要把菩提出离心，这个提升到菩提心。好，是我来看第4个网友的提问。他说：“我是山地修学的这个学员，法义上告诉我们，诸行无常，在生活中观察是不是无常的？那想请师父开示，佛法是否有无常？”对呀，佛法它也是缘起的，缘起的佛陀说的一些教法。这些教法呢，它也是要遵循着一个缘起的规律啊。你看，有正法，有相法，有末法。那么这个过程呢，它就是代表着一个佛法在这个流传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包括你看，在印度，这个佛教出现于印度，但是在12、13世纪的时候，佛教在印度就灭亡了，然后就到这些中国啊、东南亚啊。所以佛法它在这个世界上的流传，它也是一个缘起法，它也是要起于众生的福德因缘。但是佛法的最高的真理，佛陀这个体悟的这个最高的真理，空性觉性，那它就不是无常的了。这个对。好，来看下一个。师父他提到的说，《金刚经》上说，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他说末学不明白这个一合相的这个义理，那么请师父开示。这个一合相呢，它也是说呢，就是这个世界啊，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阴阳，合在一起，呢，它就是一个整体。但这个整体呢，它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它是由这个众多因缘的合，所以一合相者还要既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所以一合相，你也不要觉得好像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合相。这个一合相呢，它也是一个缘起的，本质也是空的，是空性。那么所谓一合相呢，它也是假名，它也是一个因缘假象。好，现在有一个网友提问是说，说这个问题可能不怎么好回答啊。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实的自己，没有方向。那你每天其实可以问一问，我是谁？因为确实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审问，我觉得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人这个其实最大的误解，其实就是自己。而人对自己的这种误解啊，其实是人类一切烦恼的根源。所以在西方哲学，在古希腊，这个就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就提出来了认识你自己。但是这样的一个命题呢，在西方哲学2000多年的这个流传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答案。相反，东方的智慧它恰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明心见性，认识自己。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对自己不断的审视，我们可能会觉得身份是我，这个地位是我，然后呢身体是我，想法是我，但事实上你需要不断的去审视，因为所谓这些东西呢，它跟我们啊，它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就是我们现在所以为是我的东西，其实呢，它跟我们都是暂时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跟我们只是暂时关系的东西当作是我的话，那么这正是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因为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都是变化的，而你把它当作是你，那就意味着你对它有一种强大的执着和依赖。当你如果对它有强大的执着和依赖的时候，那你一定害怕它变化，那一旦变化了，你痛苦就来了。所以对我的这个审视，这个我是谁？究竟什么代表着我？对自我的不断的审视，其实我想这是一个开智慧的一
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好，师傅，接下来有一个，这个网友挺细心的，他有问到说，《心经》和《药师经》都是玄奘法师这个翻译的，然后为什么《心经》里面写观自在菩萨，《药师经》里面写的是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区别？或者玄奘法师的本意是什么？就是当然这个我没有注意查哈，这个两个经哈，这个我想呢，这个观自在、观世音呢，如果单纯从这个两个概念本身来说，这个一个呢是偏向于个人修行的意义，通过关照，这个智慧的关照，然后达到得大自在，照见五蕴皆空，智慧关照，然后最后到这个无怪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那这个过程其实是通过这个般若智慧的关照，最后达到自在。那么观世音呢，它是偏向一个利他的层面，利他就是要去观察这个世间众生的这个因生痛苦，这所谓这个千处祈求千处应，就是通过这个对世间的众生的这个痛苦的观察，然后去帮助众生，所以他会比较偏向于这个从利他的层面来说的。一个是观自己，一个是观他人。对。师傅，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请师傅开示何为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呢，就是对无生法的这个忍，就是认可。这个认可呢，当然不是这个文字意义上的认可哈，它是代表着对无生法的一种体认。什么是无生法呢？其实就是空性。空性是，你看《心经》里边说的，这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指的这个空性。这个所以无生法，其实指的就是空性，不生不灭。那反过来说，有生法，有生有灭，其实就是有为法，是有生有灭的。那么空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那么这个无生法忍，就是对空性的这个体认可，因为你体认了，你知道在这个一切生命现象的背后，还有不生不灭的空性，在二元对立的背后，还有不二法门，还有不二法，这个就是说，他需要这个对这个空性有所体认，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去认可，否则的话呢，这个认可它是没有力量的。说这个网友一下提了3个问题，我选其中一个。假如对师父或者寺院产生情执，内心不清净，障碍学法，怎么办？那就是这个，当然首先从自己来说，也需要去克服，需要去克服，因为我们要学法嘛，学法的目的呢，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开智慧呀，要追求解脱啊。一方面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目的啊，到底在哪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那可能就是要这个要通过一些其他方式，这个网友他说，我是一个容易感情用事的人，也容易情绪化。那么我想请师父开始说，如何用理性思维来思考问题，然后如何获得这个智慧。就是这个理性思维呢，因为这个人的这个理性啊，他也是需要接受一种就是智慧的文化，理性也是双面刃，也是双刃剑。对，也是这个双刃剑，如果没有正确的这个观念，没有正确的文化的引导，理性也会给我们带来伤害。所以我们要学会去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理性，其实这就特别重要。
那这就是我们要介绍一种智慧的文化，这个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建立一种这个正确的理性。那么学会用理性去看问题，理性去思考问题，其实这是需要通过训练的。如果没有通过训练，其实你是做不到的。不是我想这样我就能这样，你要通过一定相应的学习，然后学习了之后呢，然后你需要把你学习的内容，要把它变成你的认识，然后变成你的认识之后呢，你要学会面对每一种问题的时候，你要去应用，就是这个过程中，从学习到建立认识，然后再到应用，其实这个是要有一个训练的过程，你不断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那慢慢的你就会学会用这个理性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好，下一个问题请师傅为墨学开示，他说什么叫这个一念圆成和觉醒圆满？一念圆成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人的每一念呢，这个每一念本身呢，它也是圆满，就是在一念中，这个每一念成佛，其实这个就是迷啊悟啊，好像我们说到这个佛跟众生是这个天壤之别，但其实呢，这个成佛啊，它也是在这个迷悟之间，你看像《六祖坛经》里边讲的，这个前念迷，这个即是众生，后念悟，即是佛。就是你这个念头呢，当你在这个迷的状态的时候，你就是众生；当你从这个迷的状态里面走出来，进入到觉醒的状态，那你就是佛。所以这个佛跟众生呢，它就是在一念之中。成佛呢，也是靠这一念去成的。就是所以在佛法的修行里边呢，就是一方面，比如说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念头。因为我们人的内心里边呢，其实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念头，无数个念头，各种各样的这些情绪啊，各种烦恼啊，当然也包括有正念啊，所以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去选择，我们需要去选择，我们需要去不断的去培养我们的正念，去树立我们的正念，当然同时呢，也要不断的能够去关照这些妄念。因为妄念它也不是真实不变的，因为妄念也是本质也是觉性，就像所有的波浪，它的本质都是海水。当你能够从海洋的视角来看波浪，其实波浪当它升起之后又回归到大海，它就变成海水了，然后它又起来又变成波浪，你不管它，它又回归到又变成海水了。其实我们心也是一样，当我们有智慧关照的时候，所有的妄念其实它都会变成是一个觉性，它都会回归到觉性。所谓就是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所以就是说这个一念觉醒，这个就是特别的重要。好，说接下来一个问题，他说我总是对发生的事情妄想连篇，然后就忧虑、害怕、恐惧，然后经常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啊，每个人啊，他肯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单纯的在那里遐想、胡思乱想，其实只会平添很多烦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呢，还是需要去理性的去分析。就是说，这个从佛教来说，就是要因善努力，果善随缘。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该做的、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尽我们的力量，去不断的努力，然后我们已经努力做到了，那么最后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去接纳。那接纳了之后呢，当然我们还有机会可能可以再改变。我们又可以这个佛教讲，
果善随缘，也不是说我只是接纳了这个结果，我以后再也不努力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再变成因，再总结经验，我们再去努力，那么这样呢，我们不断的去做，就像现在的一些产品啊，不断的在迭代更新，从1.0、2.0、3.0，其实它就是一个不断的从因缘因果的管理，通过这因缘因果的管理。因缘的管理，然后就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然后这个结果如果还不理想，我们再进一步优化，然后最后一定会越来越好。那么就是说，就是光是胡思乱想是没有用的。就是还是要去面对，去努力。我们的努力已经都做到了。那该什么现实，我们都应该去面对。说最后一个问题，我看我们的编导他举牌了。有点尖锐啊！这个网友他提出来说，宗教信仰的选择上是可以怀疑的，甚至因果也是可以怀疑的。那怎么样才是正信？这个怀疑呢，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当然每个人啊，这个我们在选择信仰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对各种这个宗教啊。包括对各种宗教的教义啊，它都会有一个怀疑的阶段。您刚才也讲是可以怀疑。但是怀疑了之后呢，如果你认为你不可能永远都在怀疑，因为永远怀疑你就不会去信仰了。如果你经过你的这个怀疑了之后，最后啊，你觉得他经得起你怀疑，你觉得这个你可以接受，那你最后就会产生信。所以一定从怀疑会走向信。当然，像禅宗里面也有讲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通过你对在介绍一个问题之前，你会通过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啊、审查的阶段，然后你再建立起来的信仰，它可能就会更加的更加牢固、坚定，更加坚定，跟那种稀里糊涂的就信了，随大流的那种不一样。这个不太一样。那么至于这个正信的问题呢，它主要是相对迷信。迷信呢，比如说有稀里糊涂的信仰，有一些错误的信仰，错误的信仰就会导向愚昧啊，那么正确的信仰就是会导向一种智慧啊，导向一种解脱啊，所以这个就是正信，它是属于，比如说什么是正信的佛教。什么是迷信？那么这个我们可能学了佛法之后，你会知道，如果佛法的这种从三宝、四谛、因果、缘起，无常、无我，那么我们立足于这样的一些基本的教育来建立起来的信仰，那它就是一个正信。所以这个正信呢，这个正确的信仰呢，事实上它是要建立在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当然可能不同的宗教它也有不同的正信，但如果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说呢，那就是一定要建立在佛法的这种次第啊、什么三法印啊、什么这样的一些知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仰，就是正信。好的，师傅。不知不觉我们的这个直播进行了1个小时43分钟了，那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网友在提问，但现在。确实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说还没有办法逐一回答这些参与们的这些提问。那在这里我们非常感恩师傅为我们做的这个开示。然后还是那句话啊，直播虽然结束了，但人生的修行却不能中断。如果参与们在修行当中有任何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新禅风微信公号这个下面去留言。那我们的编辑将会及时梳理出来，然后到时候邀请我们师傅在下期的直播当中来予以开示和引导。好，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啊！祝台们60吉祥，身心康泰。下期直播再见，阿弥陀佛，师傅，感恩师傅，非常感恩。今天的直播比较圆满。